骑公羊 G7已满1个月了，差不多也该是时候聊聊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与奇特现象。那就是放眼全世界各地的机车市场，恐怕都很难找到第二品牌会像公羊一样，连销量掉老三都能让不少网友如此引颈期盼，或说是共同期待的戏码。所以，究竟公羊做了什么，才能让在网络上的仇恨值高到如此不可思议？不过，在进入这个话题之前呢，还是先稍微轻松一点，先从聊聊 G7雨天通勤的心得开始，我再慢慢以身入局，带大家骑进台湾苏古达江湖里，窥探那些耐人寻味的暗黑角落。大家好，我是克里斯，今天又来骑车啦。连续下了超过1星期的雨了啊，但是呢，再大的风雨也浇熄不了我想要分享这台G7的兴奋之心啊。那我今天稍微记录一下，就是雨天通勤的甘苦谈。雨天嘛，我觉得跟今天差距大是什么？像这个握把会滑，不过目前还好啦。如果是雨是持续下的话，那个雨水一吃一灌的话哦，那个手跟它的那个接触哦，会一直撸走。不过目前还好，目前只是毛毛细雨而已。哇，雨变大了，这种开始看就开始滑了，雨池开始下就开始滑了。不懂是我手太滑还是怎么样？这真的是滑嘞，就是有时候在加速减速的时候有点就 hold 不住了，已经到那程度了，没错。哦，对了，下雨天我觉得这台车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油耗的部分。像我晴天啊，不管怎么加油是吗，都是落在32、33公里每公升。雨天之后呢，油门一半的次数就明显变少了嘛，为了安全起见。然后油耗来到了36、37啊，哇哦，确实有差。但是我承认啊，像这种雨天是吗，我还是会偶尔油门一拜啊，因为为了远离车阵的时候哦，免不了还是会油门一拜。那之前也是网友留言说，有车友的 G7的油耗骑到40哎，我觉得有可能的啦。对啊，因为就是主要因为我觉得油耗最重的部分就是起步的时候啊，对啊，然后如果你知道你起步顺骑，然后可能刚好你骑着路段也没什么红绿灯，其实我觉得叫我骑到40应该也是有机会的，不过有点难啊。骑G7没有油门一拜会让我很痛苦，会让我很焦虑。我觉得最近啊，我觉得白牌的最大优势还是可以油门一拜嘛，可以油门一拜，为何不油门一拜？对不对？对啊，像我之前也是有试过嘛，骑着公升级的那个泰格1200，从高雄就是经过垦丁，然后再北上台东花莲到新北市，油还骑不完，然后也不想再骑下去了，因为我们花莲是定在宜兰，然后骑到新北市嘛，又再折返回宜兰，油还是没用完，就一桶油的部分。对啊，所以只要我相信哦，这台车 G7。因为我在大约凌晨的时候，给我往南往台东的部分哦，就是沿路就是起步慢慢来，然后选择在深夜的没有塞车的地方，我觉得也是有机会超过40啦。哦，这个坐垫超赞的，因为它的前座的中心点是吗？前后都有高度，中心是下陷的，所以你的屁股可以坐下去，你前后哦都会有一个阻挡。会让你不容易往前滑，往后滑更就不用说了。对，因为后面比较高，然后前面是有点翘起来它坐垫，这个很赞。哦，对了，它的 case 雨天特别显得重要，就是那种没有不会怎么样，有了就会很不一样。看有没有传统雨衣啊，都已经准备好了哦，还要掏钥匙，这东西就是有了就会很不一样的一种配备。哇，如果遇到积水的话，我觉得做的还是能闪则闪啊。毕竟每次有连续雨后哦，都传出不少泡水车的灾情，尤其是机车。这台车我是不知道啊，它的涉水高度我不知道怎么样啊。它的 PTM 的也蛮低啊 ，PTM。对啊，他之前去越野的时候，在过溪有遇到一个骑速他的大哥，然后他的过溪嘛，然后他的传动就进水，然后导致完全打滑。就你油门怎么吹？它的离合器就是不会拉动你的后轮，哦。好像这个 PTM 系统
的高度好像跟一般的苏格达的 CVT 高度差不多呢。对啊，说泡水不怎么样。也许下次保养的时候，我再拆开保养看看它的防水有没有做一些措施。哇，雨越来越大了，要这样实在有够浪漫的嘞。OK， 今嘛就开始聊聊这将近1年来我观察到的台湾苏格达江湖。从去年入手 RTS 开始，我就被网络上的讨论气氛给震撼到了。当时我是单纯爬文，想找一些购车参考，却巧逢各车厂新车接连上市，三洋 JSL Plus、Super C 以及雅马哈进站期待，那么刚好都在那个时候陆续发表。在如此热闹的氛围下，我发现各个网络平台的留言或评论中，出现不少渴望光阳销量飙到老3的呼声。吼吼，看热闹不嫌事大。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值得玩味的。因为当一个品牌卖不好的时候，我开始成为网络讥笑或嘲讽的素材。这早就不是一种很正常的产品竞争的氛围，而是一种很特殊的网络现象。尤其我自己本身成为光阳车主之后，我更明显感受到光阳在网络上的仇恨值确实比我想象中来的还要高。像是如今两洋只要推出新车，讨论还没真正开始，部分网友就已经分好阵营。有人替三洋讲了几句好话，可能会被怀疑是不是收了钱；也有人提出光阳的缺点，又可能被说是只是在跟风酸。最后花最多时间讨论的，往往不是车子本身，而是各种身份的猜测与攻防。那话说回来，我不觉得所有批评光阳的人都是酸民。一个品牌会走到墙倒众人推，不可能完全没有自己的责任。像是所谓的吃鸡油，或是大家常讲的法务部热身中，有些部分源自真实案例，有些后来则逐渐变成网络迷因。问题在于，当情绪开始超过事实，所谓的批评浪声也很容易慢慢失去焦点。尤其在继续上市之后，这种现象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变得更加吊诡。即使 KRV 和 G7 在配备、动力设定跟整体铁道上都有不少实质差异，但还是很容易看到只是换壳之类的说法，甚至还有人把更名这件事情解读成光阳内部的茶壶风暴的延续，或是延伸出各种清库存的猜测。当然，怀疑没有问题，但如果还没实际了解就先替产品判刑，那也很难算是理性的讨论。其实带风向的人根本不需要讨论，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嗜血的结论。另外，再加上我之前影片也稍微提及过的其他因素，包含光阳，在产品包装、经营策略、话题说等等，都明显没有三洋来的多彩、年轻化。稍微让我题外话一下，如果论理想、论浪漫，光阳确实在这一点让我相当欣赏。因为在机车大国台湾，白牌苏格达本来就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可能你沿用既有框架，稍微调整外形、配备与行销包装，基本上都会有人买单。但光阳从 KRV 开始就跳脱舒适圈，选择开发市场风险更高的 PTN 传动以及独立后摇臂的白牌速可达。这几具的踏板型速可达要达成，中间要克服的技术难题其实非常的不简单。这部分我会留到 G7 1000公里保养的时候再详细补充。总之，这种愿意冒险突破创新的精神，让我看见光阳身上似乎还保留着某种程度也非常稀有的造车浪漫。当然，你我都知道，浪漫和理想都不能当饭吃。Anyway， 单论愿意搞浪漫这一点，我是肯定光阳的。OK， 言归正传，两岸之间还有一个更敏感的问题，到底有没有网军的存在？2025年末 ，PTT Bike 版务发布公告，公告内容提到，版务认定相关异常账号长期影响版面秩序，因此在汽车选购的相关文章中禁止推荐或宣传光阳旗下的车系1年。这个是个非常罕见的情况，不过我个人认为，这毕竟是论坛版务的判断，不是法务判决，也不是第三方的稽查报告。所以，对于背后究竟是谁主导，以及实际运作到什么程度，我还是保持审慎看待的态度。至于三洋，网络上同样有很多传闻，但以我目前可以查到的公开资讯，是没有足够证据能够直接证明。至于网络上流传的那张白板简报的照片，看起来是有那么一回事，但如果缺乏完整的来龙去脉以及后续，也很难直接当成所谓的证据。反正就算我只是看热闹，还是得证据到哪就讲到哪。也没有要站队，也没有要把猜测说成事实。但以上也不是我要表达的重点。我是觉得真正可惜的是，
这些所谓的网军疑云之下，受伤的不只是品牌，一般消费者也难免深受其害。像我当初成为速克达新手，真的想买车，但爬文爬到最后，根本分不清哪些是真实灾情，哪些只是网络迷因，哪些值得注意，哪些只是情绪放大。所幸当时我有先退一步，过滤掉部分的网络情绪，再慢慢琢磨思考，最后才终于选出真正适合我自己的车。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我的 RTS 这是在逆风之下买的。既然聊到买车，那顺便到我牵车的车行盛源车业与阿佑聊聊，为何光阳仇恨值会经营得如此有声有色？我觉得大多还是操作啦。啊，操作怎么说？反正就是那边攻击来，那边攻击去的嘛。攻击我觉得是不干我们的事啊。主要就是他们能给出一些好东西，反正受惠的是这些客人，这样就好。OK， 对，不要跟他随之起舞了。对啊。在我们店哦，经营这几年下来哦，你们的客户还是偏成熟的男人比较多吗？成熟的男人嘛，也不至于到全部，但是大部分都会比较像是爸爸或妈妈，所以年轻人就比较少一点。对，他相对来说会少一点点，比较没有像Jet 那种客群。我觉得这很大一方面是因为现在小朋友就是流行Jet DRG。这个概念就很像是手机也是有比较强的品牌嘛，像三星、那 iPhone。那现在小朋友主要还是喜欢拿 iPhone， 因为同台之间都拿 iPhone。那你就是不可能去选一个跟大家格格不入的东西，对啊，就是受众的客群不一样。所以你觉得是因为光阳的外形的关系，就对年轻人不讨喜吗？也是有可能，但是它其实给的配备没有比较差。就是外形的关系，或者是一些话题操作啊之类的。可能就是还有加上一些同彩的关系啊，因为可能大家要骑 Jet 嘛，不想跟大家不一样。那你身为一个光阳的经销商，你有什么想要对柯董事长说的吗？没有，就是把车做好就好了。真的好了吗？对啊。我现在车做好已经没有用了嘛。就是把自己做好，然后车子拿出不一样的配备。对啊，让受惠的是这一些客群，这一些客人。那其实光阳的热度就会回来了。对啊，而且我觉得光阳车确实不差嘞。对啊。像我呢，就 RTS 有这样来操也没什么问题，可能是后期的车也比较好啦，前期我就真的不知道了。前期确实真的是有一点点问题啦，但是自从RTS 上市之后，那其实妥善率整个都大幅提升。但其实我蛮幸运的，因为我没有参与过光阳，不堪回首的过去。确实啊。所以我现在是步入他已经光阳重返荣耀的未来了吗？希望是这样，好吧？OK。因为其实我觉得他现在做的车不差啦，因为像这台 G7也是我自己买的，那当然就是对他有信心。对，那我当然身为店家，那我就是买一台给客人试骑，那我自己也可以骑。那这台 G 确实不错。所以你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牌子的车子吗？平心而论，你的内心的声音。之前有想过买进站喜欢可以改嘛，对不对？可以改引擎，那个体质很好，车价也够强，改起来就是够快，对但是身为光阳的店家，然后他最近车又做得不错，那我当然就选 G7啊。哇哦，不过老实说，确实啦，就是雅马哈、三阳、光阳来看哦，光阳的车确实比较低调内敛一点，它的外形来讲设计整个客群都不一样啦，像三阳就是偏年轻嘛，那光阳就是偏中年，那雅马哈就是比较老牌的牌子，那长辈都会比较喜欢雅马哈。反而是我老婆那边长辈都是偏向光阳它就分成两派因为他脑中是光阳就是榜首嘛，就是比较远古的思想，也不远古的思想，就是印象中啦，光阳就是第一名嘛。你看到现在豪迈超过100-200万都还在骑啊，还在超过。我想问你，你觉得光阳目前还有老大的心态吗？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了。没有吗？因为毕竟大家本来就是有上有下啦，那这样才会进步。对。当掉下去之后，那你就想办法把车做好，然后端出一些新的东西。对。其实我是觉得这样子的嘛，这种是台湾的市场就这样子而已了嘛，然后就2个厂牌这样子，只是我们选择其实很少的嘞。我觉得就算你是把头的话也要被检视。对。就算你是蜜蜂的话也不用过度去无差别攻击之类的。反正就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啦。没错。你要一台车做到大家都很喜欢，不可能。对每台车一定也有它的缺点。对，没错。你要想办法去接受它。听他们说，想到我是吗？我买的车好像都不是销量的前几名了嘞。对啊，都是中后段班的。自己喜欢就好了。对，没错。不要太在意，因为车子是你自己要骑的，是买给别人骑的。对，自己喜欢比较重要。没错，多方比较啦。对，我觉得就是尽量以实际去体验，去看到实车，最好还可以就试乘的为主。对，就是不要被其他人影响啦，因为车子买下去你要骑，不可能是骑1-2年而已。你骑就是5年10年，正常人家都这样。没错，而且钱是你掏的，车也是你骑的。对，你要听从你内心的声音。
对，不管是什么厂牌，我就说我没有特别，我不能再神话机器了，我不能再感觉我像是光阳的形状，不行不行，帮我说点话，证明我不是光阳的形状。啊，之前是骑那个野狼嘛，对，野狼的，我骑得很开心啊，对，太喜欢了。这样你会笑我了嘛？2018年花一个将近7万买一个一样是古刹，然后也没什么油管升级的车子，可是我骑得开心啊。对，骑得开心最重要。没错没错，因为车子是你每天会碰到的东西。对啊，有骑车的乐趣，那这台车就是好车。对，而且确实现在叫我上班通勤，我骑挡车也累了，我还是喜欢一点速可达，所以才买的 RTS。RTS 也不差啦。对，我没讲的差，你不要害我。它只是轴距比较短，对啊，坐起来你身高比较高。对呀，你看多舒服哦。重点是什么？分享一下，我当初会跟他买 RTS 是因为方圆百里内是吗？这一家就是5颗星谷歌地图。谢谢。值得推荐。OK， 感谢阿佑诚心分享。总之呢，现今这世道，那一些像我当初一样，真的想买车的速达新手，爬文的时候很容易被各种风向与资讯干扰之外，就连一些普通的车主，单纯分享自己的真实经验，也可能被说成业配，提出缺点，也可能被说成竞争对手派来抹黑，觉得一台车好骑，也可能被贴上护航标签。哎呀呀，买车本就应该是以符合自己需求偏好为主，那就是一台好车。就像阿佑刚提到的野狼，我觉得就是个很不错的例子。我2018年买它全新6.7喷射野狼125，40年如一日的古刹空冷，售价将近7万。虽然用这个价格买的是老世代配备的车子，但那时候我真的骑得很开心，很满足，那对我来说就够了。顺带一提，我还是希望上岸有一天可以替野狼车系带来真正的大改款，只是目前看起来好像有点希望渺茫。QQ 啊，虽然有点离题，但我是想说，适合自己的车不一定是网络所公认的好车。OK， 今天影片就这样子啦。荧幕前的你，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你心中所认为的好车是哪一台。酷，我是克里斯，我们下次见，拜。